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池。目前呢，我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。我在这边呢，遇到了一个从中国来的哈萨克族小哥。我叫秦和思，来自新疆塔城。我在这儿生活大概6年了，在这边我是学生，但是兼翻译和外卖员。我这边天气的话还行，忽冷忽热。今天的天气呢还是非常热的，大概是有快30度了吧，30左右，对。然后呢，前几天特别冷，大概是都快要到0度了，晚上最冷，好像只有1、2度的样子。你在这边学习什么呢？我大学本科是农业，就是小麦植物系的，现在准备上研究生，上的是专业是英语和汉语翻译，英汉翻译，对，还有哈萨克语翻译。然后目前状况是，就边学习边赚钱，然后这边生活节奏比较慢。我们可以再顺进去坐一会儿，这边可以的，不犯法。您这是第几个国家您来的？这个我来了50个国家左右。给你的印象是咋样的？我觉得这块儿，这个首都它非常的新，对，然后感觉挺干净的。这是哈萨克斯坦是1991年成立的，然后这个阿斯塔纳首都是1997年成立的，现在才26岁，对，这个城市26岁，跟我同岁。这边的话，国家语言是哈萨克语，通用语言是俄语，但英语普及率不高。这个城市就是比较新，人口也挺多的，主要是打工的人。这边民族主要成分是哈萨克族，然后是俄罗斯族和其他民族。哈萨克族占72%左右或者78%。俄罗斯族是18左右，其他的成分是其他民族，128个民族好像是，挺多的。这边普遍就业率比较还行，但是上大学的人挺多的。有2种模式，一个是自费，一个是公费。自费的话就上大学比较容易，公费的话就比较难，但基本来说可以上大学。公费有奖学金，现在奖学金一般是人民币400左右，但是今天的汇率来说，医科大的比较多一点，医科大的人民币差不多700多，看专业和大学的和其他城市不一样，每个城市不一样。这边好处是上大学可以结婚，如果在大学你结婚的话，有独立的公寓让你们住。全是那种结婚的或者是老师有家庭的那种宿舍，当地政府是鼓励他们早结婚，也有这相关政策。如果你结婚了，这边就是有奖学金嘛，如果你结婚了，奖学金可能会多一点，然后给你的补助，就会支持你们结婚，支持你们成家。那很不错。对，他们现在是03都已经开始结婚了。04、03年出生的。对。就是刚好18、17岁就可以，这边16岁开始就可以结婚，但不能领证，领证是18岁。那你们是不是很多同学都已经结婚了？70%左右结婚了。真的吗？对。不过我也在这边遇到有很多人是30岁都没有结婚的那种。因为像我一样没遇到合适的人，就看人嘛，想法，每个人想法不一样。如果我遇到，我也肯定是早一点结婚。那句话说得好呀，遇到良人先结婚吧。你说什么？遇到良人先结婚。OK。要不然搞事业。那他们一般都是通过什么途径认识异性的？一般是同学，或者是同学之间联系，就是熟人嘛。基本是同学和同学之间相互认识，然后再结婚的。一般女生都会选择比自己年龄高的男生结婚。文化是主要是早结婚，
早当家，根据我们的方言来说，早结婚早当家。然后这边就是早结婚的也挺多的，晚结婚的也可以，但是普遍来说早结婚的比较多。彩礼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，比如说南方的话，彩礼比较多一点，按人民币的话不多，就2万左右，2万到3万左右给彩礼。但北方的话一般不会要，就他们会倒贴，他嫁妆，就看地区和那个家庭的看法。南部的就是南哈州那边，彩礼比较高，相对来说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样子主要是民族原因，我们这边可以拿彩礼，但是看你态度，一般是人民币3万左右，但是他们会南部按就是学历，本科和研究生价格不一样，他们就这样子拿，这是一种态度问题。相对来说，其他州彩礼就差不多7到1万2左右。好像这边生孩子还有补贴是吗？对，人民币差不多300到500之间，看当时的汇率。一个月吗？一个月。是每一个孩子300到500，还是？每个孩子300到500。然后，如果你生5、6个孩子，你孩子就可以去夏令营免费的，国家掏钱。去别的城市看，就这种政策。你没有遇到合适的人，你觉得他们是哪些方面不合适呢？不是不合适，主要是可能是我这个人条件比较高吧，我主要是看的是精神上面的合适，或者说我们聊得来。我这个人比较内向，所以没找到合适的人。就是你觉得他们聊不来是吗？生活上聊得来，但是按就是情侣上或者精神上的话，我们还是不太合适。我明白了。我这边朋友都结婚了，然后他们孩子都1岁了，他们都是97的，他们成家刚刚好，比较喜欢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，有家，有孩子，有自己的事业，是，比单身好多了。业余时间都有什么爱好吗？有什么活动？我是比较喜欢是，踢足球、打羽毛球，然后是乒乓球和台球，看自己的爱好嘛。这边差不多，这边好处是该工作，该玩。一般双休日时他们不会有工作的，也不会接电话。下午6点以后，不是熟人的话，我们一般不会接电话，因为那是我的，就是我的时间，我要干啥。比如说我可能在学习，也可能在家休息，私人时间。对。会不会到冬天以后，这边就不太适合去在室外活动？对，因为很冷，只能打乒乓球，室内运动，或者说保龄球。大概几月到几月呢？现在差不多10月底已经开始冷了，这边天气挺冷的。从10月底吗？10月底、10月初开始。然后到2月底左右，就是看每个季节都不一样，看天气。那大概是4、5个月的冬天。对，因为这边比较冷。那你会不会在冬天就觉得比较无聊呢？冬天差不多挺无聊的，只能去吃饭，或者说只能去打保龄球和台球，室内运动，或者只能去别的城市去滑雪。这边就是比较单调。你说这边500美元可以过得很好，500美元可以过得很好。我现在看今天的汇率，看一下500美元现在是多少钱个？现在450。这个是指一个人吧？指一个人，对。225万。如果出去房租的话，还是可以，生活挺好的。如果有房租的话，得1000美金。这边普遍工资是5000到7000左右，所以说可以的。你说是5000到7000人民币？对。普遍工资主要看专业 ，IT 行业的最贵，一般其他行业也可以。我自己花出去
房租我自己花差不多$2500，人民币。2500人民币。对，因为我去的地方比较多，然后也吃喝玩乐嘛。就一天大概是80元人民币。对，如果不出去的话，一天可以减到30元人民币。这块有很多中国餐厅是吧？对，但是价钱普遍比较高。按每个人算的话，最低标准是4000间隔左右。4000的话，差不多人民币60元左右吧。就是$10，不到$10。对。像一般租房的话是要多少钱呢？市中心的话，3000到6000之间。比较郊区的话，差不多人民币1300到2000之间。这边房租比较高，平均房租是差不多2500到3500之间。是什么样的房型呢？单间30到60平之间，单身公寓那种单间房，或者是一室一厅的。单间房，对，一室一厅。一室一厅比较多，因为这边是一室一厅比较流通，受欢迎的房型。就说这边人不是都结婚早吗？但是这种单间，那他们肯定就觉得这个太小了，是吧？但是他们还是会生活在一室一厅。真的吗？对，如果你结婚早的话，可以申请一些房屋，那种经济房屋。这边结婚早一般是生活在城里，但是家都在其他城市，因为这边房租比较高。你下一个国家准备去哪？我下一个国家准备去吉尔吉斯斯坦。啊，离这边还行，可以直接坐飞机去他们首都，叫比什克来着。对，哈萨克斯坦或者哈萨克族，你就觉得跟这边其他几个民族有没有哪些特别不一样的地方？独特的话就是吃肉呗，我们这边哈萨克人比较喜欢吃肉，羊肉和牛肉为主。但是跟柯尔克族一样，差不多，我们是差不多是一个语系的，然后生活方式也一样。是吗？独特的话，就是煮肉的方式不一样。然后我们比较喜欢喝马奶酒，不是马奶酒，是马奶和其他的奶制品。跟柯尔克族差不多，生活方式和语言差不多一样。对，我们这哈萨克斯坦比其他五大欧亚国家比较先进。然后算是大哥吧，算是大哥，但老大哥是俄罗斯，算是老二。是不是其他国家的哈萨克族比较容易移民到这边？我们这边是实行的是召唤制，你可以来这边拿公民，也可以在这边生活，也可以拿，也可以不拿，看自己的意愿。但是，现在都在召唤这些哈萨克族，比如说哈萨克斯坦的、乌兹别克斯坦的，其他国家都在召唤。您来差不多现在1年左右的话，就可以拿到公民。就是哈萨克族的人。对，只要是你哈萨克族，就可以拿到公民。条件必须是哈萨克族。有没有什么考试啊之类的？没有，你只要资料是对的，只要你有其他国家的那个身份证，你只要能证明你是哈萨克族就行了，然后就填一些资料，然后就可以拿到公民了。那假如说有些国家，如果他的那个身份证上没有写民族的话，那怎么证明呢？那可能就比较麻烦了，因为你得公证一下，得去你的那国家的所属的大使馆去公证，必须说你是哈萨克族，要不然他不会给你公民的。条件就是必须是哈萨克族，然后得会韩语，会俄语的话更好，对自己好。